乌俄战争已经打了10个月，不仅没有停战的苗头，反而愈演愈烈。俄军固守顿巴斯，乌军则是准备光复克里米亚，大战一触即发，战局甚至还有扩大的风险。俄罗斯使用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本土的基础设施，乌克兰也是有仇必报，使用图141轰炸俄机场，甚至能打到莫斯科。现在乌克兰的原点弹道导弹已经蓄势待发。如果给这10个月的乌俄战争做个总结，那就是战局扩大的背后有几件需要注意的事。第一，打架要有队友。乌俄战争说是乌克兰跟俄罗斯双方打架，但实际还要加上北约。乌军之所以能坚持到现在，并且逐渐占据优势，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北约的支持。缺什么送什么，只要泽总开口，能给的都给，给不了的想办法给替代品。顺带还给俄罗斯来了一手经济制裁，也不买俄罗斯的天然气。现在的欧洲国家不仅摆脱了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，还给俄罗斯的石油价格设定了上限。如此一来，乌俄双方的实力差就出现了。开战之前，乌克兰确实打不过俄罗斯，要不然也不会一开始打到基辅，甚至说刚开战的那时候还出现了72小时拿下基辅的说法，只是双方打着打着就变成了5-5开。乌军实力之前上升，美国送了不少武器，标枪、毒刺、M777、海马斯、NASA MS 等等，还帮助乌军培训士兵，只要是美国能给的全都给。乌俄战争刚开始，北约还有些顾忌，毕竟开战之前的俄罗斯还是世界第2，北约也不想太过分，所以对乌军的援助都是一些小型武器，毒刺、标枪、星光这些单兵装备。后来打着打着发现俄罗斯常规力量太虚，没有实力开辟第2战场，开始军援一些大型装备，比如 M777、PZH2000、凯撒大炮、海马斯等武器。到后面俄罗斯搬出核武次数的多了，北约也都免疫了。美国还修改了对乌俄战争的威胁评估，军援又提升了一个档次，爱国者、风暴阴影这类的武器都在援助名单上。反观俄军，士兵以及武器装备都出现了问题，普京动员之前士兵不够用，只能顾此失彼，所以乌军光复了哈尔科夫，动员之后又出现了伤亡过大的问题。而且在经过北约制裁之后，俄军的精确制导武器已经不够用了，用的都是那些苏联时期留下来的铁疙瘩，虽然威力可以接受，但是打不到人也没用。而且俄罗斯没队友，就伊朗那点无人机，只能说杯水车薪。这也是为什么乌军的战力会越打越强，有北约好兄弟的支持，武器装备都北约化了，实力能不强？而俄军之所以拉胯，就是因为没有队友。北约还制裁俄罗斯，顺带把他后路给断了。常规战场打不过俄罗斯，彻底歇菜了。虽然有核武，但是没法用，只能扮演威慑的作用。第二，战斗机不能解决一切问题。海湾战争是美国跨过机械化、首次信息化作战尝试，直接颠覆了传统的作战思路。战前不仅伊拉克会认为美军会陷入地面战，就连观战各国都这样认为。结果美国一出手，直接颠覆了各国对于战争的认知。海湾战争一共打了42天，其中有38天都是空袭，非接触式指哪打哪儿，伊军甚至看不见对手在哪儿，只能抱头挨打。陆军只是上去打扫战场的。当时所有人都认为时代变了，空军才是一等人。结果乌俄战争，俄罗斯又给各国上了一课。乌俄战争初期，俄罗斯确实占据了制空权，这点毋庸置疑，毕竟双方实力的差距太大了。乌俄战争爆发之前，双方战斗机数量比率是873比48，战斗轰炸机数量比率是742比25，武装攻击直升机是531比34，运输直升机则是1522比121。至少从数据上看，两者实力悬殊，俄军占有绝对优势。结果呢，俄军一直宣称已经全面夺取制空权，但是到现在都无法有效打击乌军阵地，还要时不时被防空导弹打下来几架战斗机。乌军的无人机、武装直升机，甚至是战斗机，还能时不时升空作战。说到底，不是俄式战机不行，而是俄军缺少侦察机，特别是低空侦察装备，这点也没办法。低空飞行的战机都被毒刺打下来了，更别说侦察机了，在战场上活不过2天。
第三，无人机才是未来，但是坦克也不至于无用。现在这年头，不带架无人机都不好意思出门。在无人机这方面，最早是美国一枝独秀，但后来以色列也追了上来。最近土耳其也站了起来 ，TB2 辅助海王星打爆莫斯科号的战绩，直接让土耳其一战成名。反观俄罗斯就不行了，缺乏察打一体机攻击无人机，也没有大型长航程的无人机，都穷到找伊朗帮忙了。可见俄罗斯无人机少到了什么地步。也可以说，俄罗斯对现代战争的认知不足，在无人机领域投入的太少。在乌俄战争刚开战的时候，俄军还是大陆军时代，以分割包围、大纵深快速穿插以及全方位突破等战术作战，还是典型的机械化作战模式。所以乌俄战争上遍地都是坦克、装甲车的残骸，被乌军的标枪和 NLAM 这些单兵反坦克导弹给干掉了。吃过教训之后，俄军就改变了作战方式，不再追求机械化部队快速穿插突破，而是使用炮兵火力加航空兵的精确打击摧毁乌军防线，以一线平推的方式缓慢推进。坦克的作用被无限缩小，但不至于彻底无用。火力军不否认，有了无人机、武装直升机这种机动灵活而且火力更强的装备之后，坦克的地位直线下降，用起来也没之前顺手。毕竟之前的坦克可以硬扛火箭弹，现在扛一发导弹就不行了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坦克依旧是不可替代的，特别是在进攻作战中，坦克可以带领地面部队撕开敌人防线，在短时间内是其他陆军装备都无法替代的。至于坦克损坏的问题，归根结底不是坦克有问题，而是俄军战术不行。坦克部队作战一天下来损毁70-80%，然后经过整体抢修，第二天满血复活的事情其实很常见。而俄军在乌俄战场上损失的坦克，绝大部分都是战伤后无法得到有效的修理，不得不被放弃。这不是坦克的问题，而是俄军战术有问题。俄军自身技术相对落后，信息化程度不高，缺乏察打一体机、重型多用途步兵战车以及相应的作战指挥信息网络，特别是战场侦察能力不行。所以俄军是把部队集结在一起，以线列方式展开，这样没有比较突出的部队，乌军自然也没办法伏击俄军。这样做也有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后勤，战线拉得太长，让俄军本就漏风的后勤雪上加霜，而且营级战斗群本身就没有什么维修能力，打一打局部战争还行，这要大规模的战斗是真的拉垮。第四，要对自己有一个清晰的认知。俄罗斯之所以敢发动入侵战争，其实就是认为自己的军事实力世界第二，拿下乌克兰还不是轻轻松松。最开始的时候，普京都表示这是特别军事行动，而不是一场战争。结果这个特别军事行动跟普京想的完全不一样，现在基本上变成了莫斯科保卫战，前线打不过，俄罗斯选择袭击乌本土基础设施，结果自家本土也遭不住了。不得不说，吹牛逼吹到自己相信也是一门技术活。现在的俄罗斯加上战略核武器，说它是世界第二军事大国没问题，毕竟核弹头的数量可以跟美国拼，但是在常规军事实力上差得太多了。美国的军费开支是俄罗斯的11倍以上，这也没办法，俄罗斯的财力不行，无法兼顾，为了维持大国身份不露馅，只能在侧重高级战力。所以隐性战机、高超音速导弹、洲际弹道导弹、大型核潜艇、核鱼雷这些比较高大上的武器俄罗斯都有，常规军事实力就不行了，经费不足与生产力不足。这次俄乌战争打起来之后，就直接暴露了这个问题。俄罗斯想要打下去，只能投入更多的资金，重新恢复之前那些被砍掉的军工生产线。这点也是北约想要看到的。还是那句话，一个被拖垮的俄罗斯才是北约最真实的目的。具体后果可以参考苏联时期的阿富汗战争，这一次的乌俄战争几乎是1979年苏阿战争的翻版。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，苏联的经济就不行了，而苏阿战争就是原因之一。加上之后经济改革不当，苏联直接解体。现在的俄罗斯不至于解体，但经济倒退个几年不成问题。总的来说，普京想要靠拳头打天下，结果高估了自己的实力，陷入了战争泥潭。从这个方面看，也怪不得俄罗斯周围的国家要加入北约。
背后没个队友是真扛不住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乌俄战争什么时候会结束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。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，各位也可以在下方指正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